耶耶！哇，很久不见 HTC 大大了，对，上次来是7月， 7月了，对啊，10月了，哇，3个月了，对所以这一季忙的怎么样？自己还蛮忙的，自己还蛮忙的，对，公司不忙。工作忙，主要是工作忙。OK， 工作忙，新的 project 就对了。对，因为现在下面多带几个人，哦，对 OK， 然后有组织有改组，哎呦，多带几个人，这个好现象。有新老板，哦，对，所以新案子，沟新的开始通要重新沟通。哦 OK，对，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 Facebook，它现在有那个 AI 直接闽南语翻译，哦他直接跟主播客对话，哎，很厉害，对，然后 AI 直接翻译，闽南直接沟通闽南语哦，对，然后太厉害了 AI 直接翻译，然后这个主播客讲英文，再翻译回闽南话，这样超厉害，这个很厉害。对，这个应该是你们现在这个集团很重视的部分了哦。对，这个没想到居然延伸到方言的部分了。对这个很厉害。因为它没有文字嘛，它只有透过语言传递。对，所以就需要很大的量体啦。对，需要很大的训练了。是啊，对这样子我在想说，那以后我们学英文要做啥？对啊，其实现在很多人出国不会讲当地的语言，跑透透，手机的翻译功能拿起来，对，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厉害，拜科技业所赐，好不好？没有。那你今天要帮我们介绍这个是？这个是 Manditorosa 的 Nettuno， 应该是吧？这个中文叫海参。海参，是。为什么会选这一支？哦，因为 Manditorosa 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对。那目前我加上这支应该是第六支了。对，那基本上全部都很推荐。是。对，那它的香味，一般说来是比较走清新的取向，但是又跟一般清新调的香味又不太一样。对，它没有暗黑重口的香味，是对，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天真的小清新对，所以它介于中间，刚刚好，所以不会让人感觉到很厚重，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乏味。是，对。那这牌子有没有什么特色？你可以跟大家。这牌子的特色就是瓶子的造型是没错，都不一样。最让人困惑的就是它有的上面会有那个麻绳之类的东西。对，那个麻绳很容易掉啦。外面这一圈，然后有的是里面玻璃瓶上还会有一圈麻绳，然后绑一个小吊牌。对，那个很容易会掉下来。OK。对，所以如果对瓶身上面的装饰品非常在意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掉下来你很难再把它绑回去。OK， 它会有这个现象。对，好像它是每一只都手工嘛，是吧？对，然后每一只的盖子也都不一样每次听说盖子也都是手工做的。哇，对，难怪那么有但是特色。它我最喜欢的还是它香味的部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走清新调的，但是每一只都很独特。是，对 ，OK， 好吧。那海参你自己之前有没有先做过功课？其实没有，对，因为这只好像台湾至少最近几个月都没看到过。对，所以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是。对，那昨天刚好直播看到。对，因为他也刚回来。对，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基调是我喜欢的，对，因为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闻得到，有鸢尾是吧？对，有鸢尾，有皮革，对，好，来，那我们先试一下，好，来，好，来绕一下，你先，抱歉，好，好 ，OK，有一些姜是吧？对，有姜的味道，然后那个也有胡椒的味道，然后它一开始就已经有一股花香出来了。对，它一开始有一股花香，那这个花香它不是白花，对，也不是黄花，不是白花，不是白花，不是黄花，对。但我觉得鸢尾有出来，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鸢尾的那个感觉上粉感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有姜，有这个鸢尾花，对，然后有粉红胡椒，我也可以闻到一些木材的香味在里面。对，因为它的基调
看起来是偏木质调的。对，OK。哇，你觉得这个味道会在哪里很熟悉的出现？哇，这个味道，基本上我会说这个就很像是 Menditorosa 他们家会有的香味。对。我觉得现在手上很特别，是我虽然喷这一区但是你看我这样子，它的扩香还蛮强的。对，我这样子从右至左这样子闻，味道就是每一段的变化都不一样，对，很妙哎。我示范一次姜、原味、木质。那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其实香材的表现都很明显对，算是蛮有个性的。是，对。那有的人会倾向喜欢那种融合的很好，让你分不出来香味的。对，对。但是像那个 Cliff Christian， 它好几十种，对不对？可是它每一个都一点点刚刚好。对，感觉这种的会比较像是复古一点的的做法。但是那种的闻起来偶尔就会让你觉得有点老派啦。对，但不是说不好闻，只是说好像就这好像是妈妈或是奶奶的味道之类的。它就比较中规中矩，对，大家都圆满，大家都不得罪，也不突出嘛。对。那感觉比较现代的沙龙香都是倾向于就是要表现出香材自己的个性。对。那感觉上就是会偶尔会把一些比较冲突的味道会戳在一起，让你可以闻得出来说，的确它就是两个味道都有，是，对吧？看起来好像没有融合得很好，但是互相又搭配得不错。对，OK。那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蛮多都有这个特色的，就是你可以确实的闻到各个香材的味道，但是又不会互相干扰。OK， 对，可以明显闻到它香材的个性啊，就像你刚刚说的所以感觉就是让你闻起来会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味道比较新潮一点。对，比较不老派。OK， 对。我现在也有闻到一些比较山上这种凉凉冷冷的木头的香气在里面。对，它其实一直有一个木质调的味道在里面。是。你会觉得说喷这一支的时候会在什么样的场合呢？或者是这支在我身上就是随意喷啊。随意。我觉得这个香味很讨好啦。OK， 很讨好。对，其实我之前他们家的另外一支那个叫圆形。圆形。对，圆形我在公司里面喷，然后从会议室走出来，就有人追着我，你刚刚身上那是什么味道？真的哇哦。对，对，就是我觉得是是女生啦，是女生。对，那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味道很能够让人家接受，是，对，会让人家追出来，想要知道说那个味道是哪里来的。对，表示是有特色的对，而且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支应该是很妥当，到处都可以喷。对。那当然，你的女同事问你，你有没有跟她讲你是喷哪一支？有，顺便广告一下，对，要买来这里买有100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都非常实穿 ，OK， 都非常实穿。好，那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衣着嘞？好，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上班就非常 OK， 上班就非常 OK， 然后平时休闲的时候，我觉得也没问题。那衣着的话，基本上都是建议不要太居家的衣着会好一点了。不要太居家。对，因为它的香气毕竟有点特别。那很容易会让人跟你的外形做搭配做连结对，就是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对，但是你怎么穿的乱穿一副睡衣的，对，这样嘛，不会，老板这个没有问题，老板这个是艺术家的风格，没有问题。所以你刚才讲到重点这个味道会让人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你的衣着也要能够跟这个会让人想要更进一步的，就是观察你的外观，观察你的发型，观察你的衣着。我觉得香水就是会带来这个效果。是，如果你喷一个很暗黑的味道，对，那别人就会很好奇看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暗黑，但结果又穿得非常的阳光，像年轻大男孩那样，其实又有冲突感，对，OK。但是这一支因为味道我觉得很随和啦，所以只要是
一般不要太邋遢的穿着，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OK， 哇，你倒是帮我这个又这个印象加强一次哦。原来嗅觉是会渐渐的去影响一个人对你的视觉。对，这个我之前还没有这样联想，你今天这样跟我说，我慢慢会去。对，尤其像你有的时候，例如说在捷运或在公车上，你闻到好明显的是女香的味道，你就开始幻想这个穿这个香水这个人现在是什么外形是怎么样？对，会。那有的时候那个反差如果太大的话，反而居然会有失望的感觉。对，所以你经常失望吗？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保守啦，就是不太敢在人多的场合用太突兀的味道，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失望的时候。是，因为味道都很，大家都蛮刚好的，蛮gentle的。哦，那我觉得这一支也是，就像 HTC 大大说的，它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对不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对，就是刚刚好。对，但是这一支就是要强调一下，它的主体应该是花香，对，因为我看到它的中调是玫瑰，那我觉得慢慢的有一点，慢慢的带出来，有点玫瑰味道，对，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花香会比较偏女香一点，那有的男生可能不是这么容易接受，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花香对男生是完全没问题，我觉得这次很 OK， 男生也很 OK， 对，那如果女生用这一支，当然不用说，绝对是非常的 perfect 了。对，那男生用这一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干净的男生，是，就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笑容的，对不对？或者是很阳光的感觉。对，应该是一个很随和、很好相处的。它带给人家的就是那种净透感，就很像它这个木头白白净净的。没错。虽然你知道它是木头，可是它就是干净的颜色。然后这样，它会给人一种还蛮清新的感觉，是，对 ，OK， 好，那我们前调先分享在这边，好，因为你慢慢发现有玫瑰出来嘛，对不对？那后调其实又不太一样，对，好不好？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好，那你说一下这个持香度，这个系列的持香度，它都我觉得他们家的持香都很不错，大家都可以。夏天会到哇！就我的经验，如果在冷气房啦，7、8个钟头以上都没有问题，都非常好，都非常好。OK， 好，那我们待会回来，好，待会见哦。好，待会见。已经有皮革的味道出来，有，我觉得已经变了。现在我有感觉到它的花香已经有一点被压下来了。但是我反而它现在应该是中调的玫瑰是最显香的，没错。它其实玫瑰一开始就有一点点了，但它其实一开始还有一个仙客来，可是我不晓得仙客来什么味道啊。仙客来我也不熟。对，有，不过现在玫瑰倒是还蛮明显的，对不对？对。但是它又不是一般你闻到那种很明亮的玫瑰，倒不是。它是比较偏男生的皮革玫瑰。皮革玫瑰。你已经闻到有皮革味了。对，所以它其实进入中后调以后，会是反而是比较偏男香，是 ，OK， 还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它的中后调反而是更让人家有记忆点，比起前调来说。对，前调就是一个舒服干净，然后觉得就是白白净净的。对，但是到中后调，我发现它的个性有出来对，蛮明显的，就是后调的皮革，对，蛮明显的。那它之后应该还会。对，因为我看到它还有香根草对，然后它还有安息香在后面。OK， 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一下。那你觉得它的这个变化，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视觉上的不同呢？这个前调就是非常中性，那男女皆宜。但是进入中后调之后，会让人觉得，如果是个男生的话，那你应该是一个。很性感的OK，那种怎么讲，很懂得情调啊，对，因为你会欣赏这种带皮革味玫瑰的香水，对，应该是有你的吸引力。你这个让我倒想到说，本来我们也认为这个男生在跟他相处之前，看到他观察他，都
温文儒雅、白白净净。对。但是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是会看到他狂野的一面。对，形容真好，狂野的一面。他前调就是比较就很阳光了，对，清新很阳光。但是中后调开始，对，有点像是进入夜晚，看到这个人的另外一面的那个本性，也不是说本性啦，就是受欲。这个人白天可能在外面是阳光的形象，对，晚上可能对啊，进了餐厅，进了夜店，那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风格出现了。是，对，你讲的这个人我倒是蛮有印象的，对，这个跟我还蛮像的。对啊，我觉得其实这种香水很好的，就是因为人本来就都是有不同的面相嘛，对，那香水本来你既然要有三调变化，那这三调变化其实如果能够跟人的面相搭配起来，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好的呈现，对，更好的呈现你一个人的性格嘛。是，对，我喜欢他这个中后调的转变，前面你完全意想不到说他后面会是这样子发展对，我觉得这个落差感确实有做出来。不要以为他前面干干净净、舒舒服服，你就大概觉得说啊，这个大概就丢下那样，没有哦，我觉得他完全后面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去，对，他后面整个岔出去了，对。但是其实因为它目前还是花香，还蛮显香的啦，是，所以其实还是在那个清新的路线上面。对，应该是傍晚了，现在。OK， 对，已经开始要展现他夜晚的，对，已经开始在想晚上要做什么事情。对，上班的时候已经在想晚上要做什么了。对，酷。所以这一支目前整个走法对你来说，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香型。哇，说实话是这样。是 ，OK。那你刚刚有讲一支圆形，你也很喜欢嘛，对不对？对。那它的变化有没有像这一支这个起伏落差多大？它感觉上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对它圆形跟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OK。对，它没有这种从清新到狂野的这种变化。对，它基本上整个就是一个好闻的木质调的感觉。对，这个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花香应该也是他们家的强项。对，OK。好，那如果这一支以目前我们现在闻的这个时段到现在，你觉得它会定调在什么调？它我觉得它应该还是花香，这应该算什么调？花香木质调。花香木质调。对，因为其实它木质的底还蛮明显的。对，花香木质调。花香木质调。OK。好，那如果花香木质调0到10，你会给它几分？哇，这个我会给它9分。9分，我会给它9分。OK。对，9分 ，HTC 给的事实上是比较算是，我是给的比较保守，拘谨的，比较保守。对。那如果是我花香木质调，以它这个走法，我会给它10分。哇，那个落差太大了，对不对？对，你完全没有预想。我们刚刚前段聊完之后，中段我们还聊个天，聊一下科技业现在走向，那就回来之后完全变样了。对，就很像股票本来上涨，就隔天整个崩盘。这个好像是这个举例很烂，应该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对，这个真的是厉害。好，那你给9分的原因，帮我们讲述一下。我其实会希望，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啦。那我会希望它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个皮革味道慢慢还是会散去。是对，那它到皮革完之后，我会希望它底下的木质跟琥珀，就是我看还有安息香嘛，我会希望它这一边就会是一个温暖的这个木质琥珀的味道。对，如果它最后是这个味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满分。满分，哇，对 ，OK， 对，那这可能只有到你待会去101开会的时候才，我这个要到很后面了，对，这可能要3-4个钟头之后才知道了。OK， 对，好，我希望你到时候3-4个小时之后跟我说这个是个完美的10分香这样。好，我在那个影片下面把它加注下去，没问题。OK， 好，那我觉得这一支对我来说，它这个走法戏剧性落差的变化，从本来平淡到哇就很有个性，我觉得这个我就整整给它10分了。好，那非常谢谢 HTC 大大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支 Mentirosa 很少见的
也是难得的海神。对，因为这个 Mendoza 的特色就是来一只少一只啦。对，而且很难收，就像你现在说你最喜欢的那一只都还是天赋一直收不到。对，哇，还好这个天赋我自己还闻过，那个冷链玫瑰真的是赞。对，因为其实闻过很多次了啦，是每次就是收不到啊。好，没关系，反正特别留意，不急，对，不急，好东西慢慢收，对，不急，不会不见。对，谢谢 HTC 大大，谢谢，下次见，谢谢，拜拜。